说到新加坡，我们脑海里闪过的可能是有钱、亚洲四小龙、亚洲最大金融中心这些正面的名词，但是翻开历史来看，可能很难想象新加坡在60年前还是国父李光耀眼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但人口少，也没资源，还差点面临亡国的危机。新加坡这个只有台北市2.6倍大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在几十年之间脱胎换骨，变成全球竞争力常年保持在前5名的先进富有国家？在新加坡成功故事的背后，又有哪些隐忧呢？国际为什么？我们为你解惑一个难解的国际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想跟你聊聊新加坡，带你走进这个经济强大却从未政党轮替的民主国家。第一段我们要来谈走向独立的新加坡，化悲愤为力量的关键时刻。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数1数2的经济大国，放到全世界来看，2025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更是全球第1名。会有这么优异的经济成绩，并不是偶然，而是跟新加坡人极高的团结度有关。所以要讨论新加坡的富强，有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关键字，就是国家认同。强烈的国家认同把新加坡人团结在一起向前走。不过相信有不少人对于新加坡的历史感到陌生，所以在进入新加坡独立的重头戏之前，我们先帮大家简单做一点前情提要，帮助大家了解独立建国的新加坡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之中走向繁荣的道路。新加坡跟旁边的马来西亚从19世纪开始就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很早就发现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把新加坡打造成欧亚海上贸易的重要商港，所以在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就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这座城市吸引不少周边地区的移民涌入，其中就包括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就从这时候开始，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形成新加坡的主要人口结构，这是国家认同这个关键字的重要背景。先记起来，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深入。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掀起一股殖民地解放的风潮，新加坡也不例外，跟英国争取更多的自治权。终于在1959年迎来新加坡近代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新加坡举行的议会选举，由人民行动党赢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执政者。而人民行动党的领袖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当时的国际局势已经走入冷战，多数国家都陷入挺共或反共的抉择。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当然很担心共产势力在东南亚壮大。为了避免东南亚被共产党全面渗透，就把目光看向刚从英国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的马来亚联合邦，提出把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成一个国家的想法。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对新马合并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的顾虑。东姑所属的政党是以马来人为主体，甚至部分成员有马来人至上的种族认同，对于人口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抱有不小的警戒，认为两边如果合并会稀释掉马来人的优势。从当时的数字来看，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华人会超越马来人，成为最大的族群，所以东姑对新马合并的态度一直都没有很积极。但最终英国人出面说服东姑，让他明白如果让新加坡单打独斗，最后被共产党全面渗透，到底有多么危险。而为了解决东姑担心的族群问题，英国人建议把旁边的沙拉越、沙巴也一起加入马来亚，这样马来人就会比华人还多，而东姑最终同意了这个选项。就这样，这些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反共为前提，在1963年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叫做马来西亚，而新加坡变成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但也正是这次的合并，就注定了新加坡将走向独立的结局。前面提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所以成为一家人，主要是反共的政治因素，但事实上两边的文化跟种族非常格格不入。也因为种族上的差异，新马合并后发生过严重的种族暴动，李光耀也公开反对过马来人至上，反而喊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什么种族，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这等同于否定马来西亚执政党希望以马来人为主体的主张，激怒了很多执政党的成员。所以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中，
马来西亚最终在1965年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国会以全票通过，跟新加坡正式分家。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到最后一刻都还在说服马来西亚首相东姑，动之以情告诉对方，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都用了努力促成新马的合并，难道真的就要这样放弃吗？但东姑告诉李光耀，新马两边的方向不一样，如果硬要走在一起，只会互相干扰，也难以成为朋友，所以执政党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新加坡分手，各走各的路，态度非常坚定。于是在1965年8月9日，被马来西亚分手的新加坡，在这一天走向独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那个举世闻名的场景。李光耀在镜头前落泪，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血浓于水，跟马来西亚分家是他这一生最痛苦的时刻。但接下来，李光耀话锋一转，强调会坚定带领新加坡，这将不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的国家，而是属于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国家。好，有关于新加坡独立的故事，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当然，这段历史还有非常多的细节，例如2025年公布的信天翁档案，提供独立前新马谈判的很多秘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细说。但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我们选择把重心放在种族议题，是因为这要回应我们一开始所说，新加坡富强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非常强烈的国家认同。在李光耀那段落泪的谈话中，好像表现出非常热爱马来西亚的祖国情怀，但事实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其实只有1963到1965这短短的2年时间是属于同一个国家，在这之前，新马从来都不是一家人。学者沈旭辉指出，李光耀落泪的原因不是心怀祖国，而是因为新加坡立刻面临一个赤裸裸的政治现实。新加坡虽然地理位置很好，但缺乏天然资源，就算要发展经济，人口跟土地也不够多。跟马来西亚分手，对当时的新加坡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国家可能真的会灭亡。所以李光耀这段落泪的谈话，重点要放在他营造出来的气氛。李光耀无法改变每个人的种族，所以选择淡化了彼此的差异，用共同的语言定义新加坡人这个新的身份，来包容所有的族群，避免国家因为种族矛盾而陷入分裂。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们成功在民间营造新加坡可能家破人亡的气氛，让民众认识到新加坡人必须不分种族，团结一致才能活下去。这样的观念从独立的那一刻起就被写进新加坡人的思想中，成为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研究者邝建明认为，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开国元老顾虑新加坡的多元种族背景，所以官方在讲述新加坡历史，刻意从英国殖民带来港口繁荣开始讲起，而不是跟马来西亚的分家，因为那样会重新触发种族冲突的历史阴影。虽然在政治宣传上，李光耀成功打造国家认同，获得新加坡人民的支持，但实际上要怎么把这股支持的动力长久地维持下去呢？那就是真的要做出成绩，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让新加坡人成为一个富足、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的国家。所以在确定国家认同的基础后，李光耀跟人民行动党的开国元老们，在面临随时可能亡国的状态下，开始建设这个微小的国家，也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新加坡走向富强的道路。接下来第二段，新加坡如何从弥漫亡国感的谷底爬起来的呢？在听完前面关于新加坡建国还有国家认同的形塑过程之后，是不是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国家呢？虽然带领新加坡独立的李光耀还有他的执政团队是新加坡重要的开国元老，但我们选择把重点放在历史事件，而不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就是希望能够把这集的节目更加聚焦在我们想解释新加坡为何如此富强的主轴上。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建国后，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新加坡到底能不能活下来？没有人知道。而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下，新加坡是怎么从谷底翻身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来看看当时新加坡面临的挑战到底有多大。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最担心的就是国土面积太小，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发展产业，人才跟土地严重不足，成为新加坡当时最棘手的难题。
除了先天条件之外，新加坡的现实情况也不是很乐观。1965年，全国的失业率超过10%，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人是文盲，人均 GDP 大概是400到500美元，大概只有当时美国的1/7。虽然相比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还算不错，但放眼全世界来看，并不能算是一个富裕国家。但短短数十年，新加坡就从人均 GDP 500美元大幅成长到2025年的将近16万美元，成为全球榜首。而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字：英语教育。前面提到，新加坡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所以新加坡人对英文其实并不陌生。当时主政的李光耀认为，语言是决定国家认同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全面提升新加坡人的语文能力。独立后的隔年，新加坡正式推出双语教育政策，学生除了母语都一定要学习英语。这点跟我们前面提到，新加坡有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的多元背景相结合，每个种族有各自的母语，但英语可以成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语言。你讲英语，我也讲英语，进一步强化我们都是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1987年，新加坡政府更规定，所有的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言，各族群的母语则是第二语言。虽然并不是毫无争议，但这正好展现新加坡政府与西方先进国家全面接轨的决心。由于新加坡英语能力的全面提升，让新加坡人才可以走向国际。美国富比士杂志曾有一篇评论，高度评价李光耀的语言政策，因为所有劳动人口都具备优秀的英语能力，让新加坡更容易吸引西方跨国集团的投资。除了教育，新加坡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决定跟西方世界同步，延续英国时期的全球化跟自由贸易，积极向外招商。像在吸引外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提供高效快速的审查流程，只要文件齐全，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一间公司的注册，用行政效率来降低外资进入新加坡的门槛。另外，新加坡1967年就通过经济扩展激励法，特定的制造业可以享有税收优惠，免税期最长可以多达15年，再加上推行英语教育所打造出来的高素质劳工，这些诱因都让外资很乐意进入新加坡投资。在这里，我们举出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新加坡最大的玉郎工业区。这个工业区的成立，大幅提高新加坡的加工出口能力。直到今天，玉郎工业区贡献新加坡经济大约1/5的产值，吸引超过380亿美元的投资，成效非常惊人。除了制造业，新加坡也吸引跨国石油企业的进驻，包括壳牌公司和埃克森美孚都在新加坡设置炼油厂，让新加坡在1970年代成为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而在经济走向稳定之后，让新加坡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区域强国的关键原因，就是在外交上采用非常务实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以新加坡利益为优先。像在2024年，新加坡政府撒下巨资，独占国际巨星泰勒斯的东南亚演唱会，大赚观光财，却被周边国家批评的争议。再从历史上来看，冷战期间，美国不仅是西方集团的龙头，同时主导着东亚局势的发展，而新加坡也很依赖美国的支持。但李光耀认为，东亚区域和平稳定不能只靠美国，还有中国、日本、澳洲都要参与，这样才能为新加坡创造更多外交空间。所以李光耀在冷战期间跟中国有很多互动，现在1976年就访问中国，维持友善的往来。另外，在两岸关系上，新加坡也有很特殊的立场。冷战期间，大部分国家都会选边站，不是跟中华民国建交，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新加坡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在不建立邦交的状况下，跟两岸都有接触，甚至还把新加坡士兵送到台湾，进行名为“星光计划”的军事训练。外交家杂志有评论分析，李光耀靠着敏锐的观察力，预见各种政治趋势，让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变得相当灵活自如。例如，当英国2战后衰弱，变得不再可靠时，新加坡就意识到需要拉拢美国，也不会因为冷战的反共立场就忽视中国的崛起。这些都是新加坡外交务实主义的证明。从经济到外交，新加坡都靠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效率和远见，从风雨飘摇走向稳健发展。
要做到这一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稳定。而要达成这个稳定，政府的权力就很重要。常年担任新加坡经济顾问的荷兰学者魏森梅特认为，强而有力的政府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导新加坡经济政策的开国元老吴庆瑞，他也曾说过，政府需要强势有效率，才能达到政治稳定。这些有关政府权力的论述，在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要帮大家好好介绍。讨论新加坡的崛起，一定会谈到的一个学术名词，这个名词充斥着争议，褒贬不一，就是新加坡模式。最后一段我们要来聊，从未政权轮替，新加坡模式真的是治理典范吗？经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打从独立以来，李光耀为首的开国元老就帮新加坡量身打造了一套国家发展的方向，大致上可以用高效、稳定、务实这3个形容词来描述新加坡给世人的印象。而这个被不少人视为楷模的治理手段，就被称为新加坡模式。简单来说，新加坡模式强调精英政治，有这些精英领导的政府规划出有效率的政策，国家就不会出问题。而从经济数据来看，新加坡模式的确把这个小国推上世界顶端的经济成就。但这样一个成效良好的模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的报告中，却得到让人有点意外的评价。报告虽然肯定了新加坡的繁荣，却认为政治权力由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垄断，可以轻易打压异己，行事作风不够民主，引来国际社会的批评。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民主跟经济这2点来讨论新加坡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从民主政治角度来看，新加坡建国以来总共举行过14次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在前4次囊括国会100%的席次，在这之后也几乎占据国会90%以上的席次。建国以来从未政党轮替，这放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不仅如此，有新加坡国父之称的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总理之后，还继续待在新加坡内阁里，直到2011年才退出内阁。而这段期间，他的职位并不是某个部长，而是新加坡独有的国务资政。在这里，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国务资政到底特别在哪里。国务资政这个职称曾经改过几次名字，但不变的是，资政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仅次于总理跟副总理，是内阁排名第3的人物，可以对总理跟整个内阁提供顾问或是施政建议。除此之外，国务资政还可以代表政府出席各种外交场合，跟外国元首举行会谈，形成一种卸任跟现任没两样的局面。也就是说，卸任总理之后的李光耀依然透过资政的制度，持续在国家决策圈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让他所打造的新加坡模式牢牢绑在新加坡的政府体制里。而在许多研究中，会把新加坡模式跟一党独大、一党专政这些负面名词联系在一起，认为新加坡虽然有定期选举，但公民的民主空间其实相当有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的国家故事当中，都聚焦在政府本身的成功，新加坡人好像只是配角，都在被动无条件接受政府的一切。另外，新加坡政治学者陈思贤也在他的著作《新加坡模式》中提供新加坡本地视角的观察。他认为新加坡模式能够成功，不只是政府的强大公权力，而是那套家长说故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听我的，我这样做是为你好。陈思贤认为，新加坡这种论述方式是一种病态的自恋者，很常以一种长辈家长式的高度，把任何反对的声音视为愚蠢的意见。所以新加坡政府非常倚靠精英人才管理国家，为的是凸显执政党的优越跟完美。除了民主化的争议，许多学者都点出，新加坡模式最引以为傲的经济表现，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贫富差距。新加坡的人均 GDP 非常亮眼，但正是这个平均把新加坡收入分配不均匀这件事情给隐藏起来。例如，经常被当成贫富差距指数的基尼系数，新加坡常年数值都偏高，在联合国定义的指标是已经超出警戒线的水准。这样的数值会容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
虽然吉尼系数是一个统计概念，不能完全反映贫富差距的细节，但贫富差距的相对剥夺感确实存在新加坡人的日常之中。新加坡经常看到富人炫富，但年长者却在挣扎生存的景象。根据统计，有超过40%的长者无力支付退休生活的开销，只好选择继续工作。这类反差极大的情景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民众生活的日常。然而，新加坡政府没有定义贫穷的标准，所以外界很难精准判断新加坡有多少穷困人口。但有学者估算，陷入生活困境的新加坡人可能占总人口的20%，如果加上外籍移工，数字恐怕会更高。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新加坡模式产生的结果。统治精英只在乎经济成长，对于财富分配、资源共享、关心边缘族群这些议题都选择性的忽略。所以说到这边，我想你可能也会好奇，政府高效稳定，但在政治上就是一党独大数十年，新加坡人面对这样的矛盾到底是怎么想的？而新加坡模式会有终结的一天吗？在这里，我们引述出身新加坡的独立记者韩丽颖的说法，来看看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新加坡人从小的生活就处处充斥着人民行动党的足迹，学校课本里说的也多半是人民行动党的论述跟观点，即便有很多新闻媒体，但也都是站在政府的观点进行报道。人民的集会结社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虽然新加坡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而且让人感到窒息，但并不代表人民行动党无懈可击。2020年，全球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新加坡政府应对疫情受到不少批评。大选就在这股对疫情感到焦虑的情况下展开。最终结果，人民行动党虽然胜选，但选票大幅滑落，主要反对党新加坡工人党拿下史上最多的10席，而这个纪录也在2025年再次突破到12席。My hopes for opposition, at least they win about a third seat of what has been contested, and I really hope there's a change this time around. 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新加坡模式做出批评，但广大的新加坡民众感受又是如何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调数字上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根据艾德曼公司202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有高达77%的新加坡民众对政府感到信任。学者分析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借由行政效率多年来累积的成果。2025年的大选，总理黄循财带领人民行动党再次赢得压倒性胜利。不过，在 YouGov 所做的民调中，却发现新加坡人民对政治的看法出现了世代落差。对于人民行动党再次获胜，整体来说有56%的民众感到满意，但相较于其他世代都有超过50%的选举满意度，只有 Z 世代满意度不到50%，落差非常明显。对于政治上的警讯，学者指出，人民行动党有一个优势，就是具备自我革新的能力。例如，曾在选举引发争议的李光耀，选后完全退出内阁，结束半世纪的掌权。李显龙也在2012年推出所谓的全民对话，由政府跟新加坡社会各阶层总计超过47000人对谈，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事。另一方面，李光耀也曾经为人民行动党辩护，反驳新加坡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他认为新加坡的党跟国是分开的，即便人民行动党下台，新加坡政府依然存在，不会因为政党轮替，国家制度就崩解。从这点来看，他认为新加坡不能算是一党专政国家。总结来说，新加坡模式的评价有褒有贬，新加坡人民对政治的看法也出现一些世代落差的迹象。但选举跟民调结果都显示，人民行动党打造的新加坡模式，至今仍然是多数新加坡人最能接受的治理状态。在可预期的未来里，新加坡模式跟人民行动党都还会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代名词。国际为什么？我们下次见。这集题目的选题，我们有刻意在朝东南亚拓展，所以在泰国之后又做了新加坡，这是希望把我们的议题领域尽量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还没有处理过的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区，未来也会有机会做介绍。因为刚好就要过年了，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感谢大家过去1年的支持和照顾。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大财、赚大钱哦。
欢迎大家继续用 #琪跟你说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与想看的主题。喜欢的话，别忘了按下你的赞与订阅。最后要大大感谢每位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